毕竟你是因为帮我才受伤，毕竟你现在晕过去了。007，007，007。好想你。哎，007，丹丹，我找着你了，这次你跑不了了，这次我再也不让你。这哪儿啊？车上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刚才晕倒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晕倒了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你把我打晕的吧？喂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谁知道你那么不禁打呀？我明白了，这不是单纯性的休克，我是消耗了大量体能之后，身体透支了，我被你刺激了一下，我睡过去了。我说嘛，我怎么可能被你打晕呢？那不成阴沟里翻船了吗？那什么，我刚才是睡过去了啊。睡过去的人是没有意识的，你该不会那么小气吧？那倒不至于。报告，是我今天白天训练不好，所以叫0号和007号来帮我加训。如果是我违反了霹雳火集训管理规定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019号，包庇队友，同样违反了霹雳火的集训管理规定，你知道吗？报告，说，是我需要加练，019是来帮我的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那007号呢？谁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们3个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时间，跑来加练，我应该表扬你们，所以我把整个队员都带来了。要加练嘛，大家一起练。其实我们也挺惭愧的。你说你们3个都已经这么优秀了，还在这加练，这我们在屋里也睡不着啊！那是。0号、019号、007号，你们向我报告一下。加练的效果怎么样？效果很好。都很好吗？真的很好，好得不得了。007号，到。你笑得这么灿烂，在加练的时候，一定有趣的故事，说来听听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那个是这样的。0号呢，训练的时候出现一点点小小的问题，我和019把他给拉上来了。0号，你的游泳技术比019号要强，和007号差不多，怎么会出现问题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吧，因为你有一个心结，一个永远无法逾越心理障碍。你的游泳技术很好，从小就很好。12岁之前，你在你的外婆家长大。你的外婆家在东海市的一个小渔村。你3、4岁的时候，就跟着你的外公外婆，还有你的舅舅出海打鱼了。你几乎可以说是天生就会游泳。在这一点上，比你的妈妈强多了。她虽然出生在海边，但是天生对海水过敏。就算是以后长大了，也远嫁到了一座没有海的城市。12岁的时候，你的父母离异了，你离开了你的外婆家，回到了单身妈妈的身边。你妈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，
喜不自禁。他想尽力补偿你童年远离父母的痛苦，也想尽量帮助你忘记父亲离开的痛苦。他对你的爱几乎可以说是溺爱。你想吃什么，他就会帮你做；你喜欢穿什么，他就会给你去买；你喜欢玩什么，他就陪着你一起去玩。你说你从小生活在海边，没见过大山，他就说服了你的父亲，贷款买了一辆越野车。每到周末的时候，就会带着你一起去大山里面玩。2岁的生日那天，那个星期六的中午，你妈妈带着你开着车去大山里面玩，而这个时候，暴雨也下了起来，雨越下越大，道路泥泞不堪。驾驶技术并不好的妈妈，一不小心把车开到了山路下面，那原来是一个山谷，洪水冲了下来，那儿成了一条咆哮的大河。你和你的妈妈拼了命从车里面逃了出来，可你的妈妈并不会游泳，你想去救她，可是洪水太大了，以你12岁的年龄和身体根本阻挡不了。可是你并没有放弃，你一次次的游过去，一次次的失败，一次次的又游过去，最后你还是失败了。你妈妈遇难了，而你拼了命用剩余的力气游到了河的对岸，因为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是当地的武警部队救了你，一条共军的警犬找到了你妈妈的遗体，他就是黑龙的父亲。以后才有了你以后的故事。林浩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本应该早点了解，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故事，对不起。我本来可以的，我本来可以救妈妈的，可是他不让我救她。他说，如果我救她，我就没办法游到对岸去了。妈妈说，小香，你游回去，千万不要过来。如果你救了我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山谷对面了。妈妈本来可以坚持的，可是她为了不让我过来，就自己把自己沉到水底下去。林浩，坚强一点，看着我。你知道吗？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对的。